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王文川，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厚之，大家好。好，那一个致癌毒又一个事件，那当然在全台湾大家都会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那民众食安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从中央到地方，每个人都告诉你说食安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包括行政院长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那卓院长在一个活动的时候也公开表达了一些的歉意。那对蒋万安来讲，那整个活动最大的应该是当蒋万安在上个礼拜直接发出了穿云箭，然后要求人民上街头。好，那所有这些就定在这个礼拜六 ，OK，7月25号礼拜六，这一整个那未来场面会是怎么样，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而所有这些活动要诉求的一些，那对民众来讲的话，对民众的感受又会是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因为当蒋万安喊完以后，那这两天有很多一些的动作，包括到台中去见了卢秀燕。当然你也看到，在国民党里面，大家每次在讲到2028的时候，几大巨头里头，那这几位都会被大家问到对这次活动的一个态度。不过开始先让你看一下，包括蒋万安，包括卢秀燕，包括郑丽文都有绘画。来，我强调，身为地方县市首长，我的责任就是守护人民。那中央政府至今却只是掩盖、护航，站在业者的立场，不愿意说明真相。我想就必须呼吁大家走上街头，站上凯道。我们要召开县市长的反毒油线上国安会议、国事会议。中央还没有做的，我们先做；中央不想做的，我们来做。市长的想法跟期待，当然也是我们国民党共同的想法跟期待。蒋市长还没有来之前，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跟方向。台中现在被爆出8年来都没有验过中碘油脂苯甜品，然后被说是最大的混淆。我相信台中市政府会清楚的说明，但我要再次强调，这一次当事件一爆发之后，台中市府掌握了业者的名单，就即刻的跟地方政府密切的联系跟通报，所以才让我们地方政府即刻启动联防。高雄有验吗？请问一下，我在跟高你讲，雄有验吗？高雄没验，你也不敢讲。我说这个是有食物中毒，为什么没有撤下来？你在跟我扯这些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哎！你才莫名其妙，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就是你这种态度，你先不检讨自己，盖牌、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无能、傲慢啊！神隐。台糖油厂在高雄为例，那该厂高雄市政府那在这5年，那也进行超过这个6次的查厂，18次的检验。好，你可以看到，包括中央跟地方之间，大家在蓝绿阵营里面，大家都在讲到这次。好，每个人都告诉你说要重视食安。然后呢，包括你也看到很多人讲说，那地方在查厂或查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尽心尽力？然后中央，那你也看到蓝营的人就讲说，中央在过程当中，像刚蒋万安讲的，有没有盖牌啦，所有这些事情。那送货刚才陈其迈要回应的，就是因为有人送货直接点出来，我们国内最大的油脂的几个供应商吧，大同在台南、台糖，然后在高雄，然后包括台中、中联。所有这些大家做一次的检验，但如果真的讲起来，任俊，你看完所有这些，现在老百姓傻，不是你们大家现在讲到最后，那到底那个食安的问题、食用油的问题是解决了没有？这整件事情好，我们就从第一个先讲。当蒋万安射出穿云箭以后，那25号，那郑丽文跟你讲说没有，蒋万安来以前，我们本来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意思是说，不是你来我们才要这样哦，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是这样吗？他们既然敢说那想相信的就相信但是那个的时间点，包含到后来去拜会党中央，去拜会国民党立院党团要你就早就先拜会，大家一起开记者会，一起公开这个好消息不是好消息大家一起公布这个讯息不好吗？一定要有一个人先跑完了之后再去拜会，再拜会完了之后，大家说有我们都有共同的想法，那就很简单嘛，不想让人家赚美于钱嘛。所以你看几个人这个跑到台中市，大家各自找一条路走嘛。郑丽文说全代会完我们就过去，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怎么从成功高中拉过去，因为那天是他们全代会。对啊，在成功高中嘛。那蒋万安在宣布要讲725要上街头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到全代会？不是这种事情，当然没有一个什么叫做一个市长单独来做，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嘛。可是现在看起来是啊，对啊，所以蒋万安当时丢那个议题的时候，对老实讲，你哪看搞做人哎，大家揪揪的嘛。我现在讲是人情义理嘛，大家揪揪的到顶供，何必一个人单独站上火线？而且我也讲更实际一点的，你说在这件事情上，蒋万安有没有角色？有啊，因为他罚了南侨嘛，那300万啊，因为南侨说公司登记在我这嘛，但你问他为什么其他茶厂啊，因为工厂不在我这，只有登记在我这，所以呢税收我收，罚款我罚，但其他的不该我负责。就我们之前在谈论中央统筹分配款跟其他税款的意义的时候，其实台北市就一直被诟病就是这件事嘛，因为人家公司登记行号在你这，所以钱都你拿走，其他责任不用负。蒋万安在这一次做了完美的示范跟说明，但最该骂的不是应该是厂商吗？我们在这几天看到的是市长跟议员对骂，市长骂中央，然后大家骂来骂去，没有一个去骂厂商，不是莫名其妙嘛？难怪厂商，我跟你讲，台湾的食安事件永远不会停止嘛，因为任何一个厂商都知道说，反正我今天只要出了事的时候，会有一个政党出来帮我骂别的政党。今天这整件事情，大家真正该批评、该批判的，不就是今天应该是这些厂商嘛？你应该让这些厂商会怕嘛？就像台北市的出现那个什么疑似虐童的案件嘛，我都讲啊，真正该谴责的不就是应该犯的这个？结果不行哦，我们媒体哦，你们要小心哦，你们有很多资讯不能揭露哦，所以我们都要自己讲说某幼儿园，我们还不能讲说那个幼儿园叫什么名字，园长叫什么，老师叫什么，因为我们要保护这些人。结果你永远的事情这层出不穷。按照蒋万安的逻辑，厂商出事骂中央，那我就问一下，那个幼儿园出事，那现在要骂谁？那现在要骂谁？我们不能骂厂商，不能骂幼儿园，通通不能骂，那我们就只好找敌对政党来骂。那不好意思，我们又不是你们政党啊，所以两个都骂嘛，就是这整件事乱掉了，包含到现在也有人跑去静坐抗议，还绝食哇，这真是厉害了，你知道吗？我想说，哇，还绝食，搞到这么大。台北市议员带了几个参选人说去绝食。我先讲台北市议员，我们这边也有台北市议员嘛。台北市议员应该监督谁？应该监督市政府吧？这件事情，你市政府难道敢讲没有责任吗？你抢着跟人家罚300万，你也讲着说没有，我之前也有稽查，台中也讲说他都有稽查，他说你们都说我没有稽查不对啊。那我就讲，我现在讲用最简单的一个普通民众的想法。对啦，你拢有稽查啦，你稽查的是拢无查到问题啦，你无查的是才出问题啦，不然你很难说服嘛。那结果这几个哇，搞到说要绝食，我党主席也去看，卢秀燕也去看，然后我还看到那个基隆那个谢国良也去看。看完都觉得说，我天哪！你今天这个礼拜从礼拜6开始宣布吧说要绝食到这个下个礼拜，因为要开始办活动，大家很担心身体健康啊，结果突然跑出来一个，不好意思我们叫做接力绝食。我在想说什么叫做接力绝食？我们在座有6个来宾，好，今天我们大家讲，惠珠议员要不要参加我们绝食？那我跟你讲，你前面2个小时就好，2个小时后你去吃饭，换我来2个小时后换猴子，然后大家每个轮流2小时，我们大家在那里绝食。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可以这样子玩的。今天你国民党说，那25号到底能有多少人？陈以信不敢估嘛。陈以信说，我也不预设谁会去谁不去，我也不去预设人数怎么样但问题就回来了，蒋万安确实取得了一个话语权他今天号召了一个，就是说我今天这样，可是他并没有改变大家的疑问是，如果你罚钱可以抢着罚。然后到其他东西，你就一句就说我没有责任，我觉得你很难说服大家，包含卢秀燕嘛。卢秀燕今天的这个说法，他说我要反毒，我要怎样？这个当然没有政治立场的问题啊，在座都觉得管你去讲就拍咪啊，嘛不玩意嘛。但你袂使大家不讲拍咪啊，你赶快做拍咪啊。你今天把这整个这个议题全部弄成政治的议题，对于民众来讲，我还是那一句话。上个礼拜问到今天为止，我还是问那一句我什么时候可以买到可以吃的安心的油嘛？今天大家还没有谈到赔偿问题今天大家都只是还在什么退货或干嘛，连批号都搞不清楚。说宜兰也发现了奇怪，东吹西的资讯没你讲宜兰为什么到最后是乱到目前为止资讯都还不够透明？中央政府有没有责任？中央政府当然该骂。你卫福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处理好嘛？我再讲一次，讲那什么烂泡面
什么有人泡的汤比较多，把它稀释掉，所以这个趴数不对。我们听的都不知道，我不喝汤的，我都汤全部喝掉，我们就龟巴们加掉进去。你们乱比喻一堆，包含到鸡排，我也觉得很瞎，对不对？我处理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个物质，跟我原来在原料里面就有的物质，这两个怎么比嘛？我也跟我女儿讲，不要吃炸的东西啊，因为你也会调剂啊，因为脸会长得丑啊，还会变成怎样？但这也跟那个原来不一样，就是大家乱举例，好，这些我都可以视之为就是好，大家本意上面都希望不要发生。可是我就讲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今天就算你上街的，没有一个人敢跟大家保证，在我的县市里面不会出现这种有问题的油。中央也不敢讲说从哪一天开始大家可以安心的买，因为其实很简单嘛，你只要一句话，我定下一个期限，只要今天从那一天之后D-Day之后再买得到，重罚厂商。其实很简单嘛，你只要一句话，我定下一个期限，只要今天从那一天之后D-Day之后再买得到，重罚厂商，很难吗？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厂商的问题嘛，厂商要盈利，厂商不愿意把批号告诉你，厂商不告诉你说从以前到现在到底哪一些检验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不是把矛头对向厂商？永远对的反而都是不同的政党嘛。中联的总经理后来本来是2000万交保，那后来呢高院那个撤销更裁以后，然后地方法院呢后来是裁定了收押 ，OK， 但这个收押能够平息民众的怒火吗？阿川，现在看起来，你看到刚才为什么像那个陈其迈市长出来讲，因为台糖的厂是在高雄，他的意思是说台糖他查了多少次？现在你看到就是民众现在问是中央地方，那每个人都有该做的事，所以为什么卓院长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后来讲说他就哪一部分，因为后来又出现了一些的批号，那他觉得这些他也希望能够在什么时候，包括要修法要什么什么，让民众能够吃到安全的油。现在民众要问的就刚刚任局讲那我什么时候能吃到安全的油？那现在蒋万要发起那个，感觉上就是林丢丢，怎么会做成这样？是这样吗？这个事情就3种人要负责嘛，一个做油的嘛，一个第一线去查的地方政府，第3个做督导、执行政策、定法令的中央政府嘛，就这3块。那这个中央政府就这几天就会提修法嘛，为什么？因为譬如说像今天就有一个状况说。你这个厂商自主检验，验完验到有问题的时候，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要报给市政府，那要不要报食药署？没有规定的很清楚。没有规定，那这个就是现在规定，就是以后通通要报中央。那第2个有一些没有实验室没有实验室，我就规定你要有实验室。那你实验室每次验完，你上系统的时候，中央要看得到。那现在没有这个制度，好，那中央去处理这一块。那地方政府就去查嘛，地方政府去查，现在就食安法来规定讲，可查可不查嘛，米叫做得嘛，律师就知道得就是有人解读说得就是你可以去嘛，另外一种解释就得就是没有一定要去没去也没事不就得嘛，得的讲我主动权嘛，我主动。所以现在看起来，比如高雄、台南，他们有主动嘛，不管几年几次，反正他们有主动。18次、12次。对人民来讲，反正就是查有查到，有查到就紧下架，无查到就是大家运气好是安怎嘛？那台中市就是没有主动查嘛，这是事实嘛。那他没有主动查，他当然可以解释说他又没有规定我一定要查，你是得那这个大家来修法这个是这个地方政府嘛对，老川，如果讲那个是得。那现在我看到有很多绿营的朋友就是尤其台中拿台南跟高雄来比台中，所以德字是相对于因字啦，在法律上面啦，因就是你一定要做啦，对，德就是没有强制性在法律上要做，那大家就会把这些县市全部都拿来比，所以这些是要让民众知道说地方政府应该负责责任吗？不是啦，就是讲这就是当时在定这一条的时候，没有很严格要求。应该去做嘛，就地方政府你应该多久去查一次嘛？那现在是叫各厂商自己去验嘛，然后验完，那我说验完有问题要报谁的这件事情，在那个法里头看不到，中央要不要知道嘛？或者是说，如果你不报，查出来有问题了，比如说这是南桥他们自己去买人家的有验完有问题的，下一步
下一步是第一时间用蒋万安最想讲的，就即刻登陆跟食药署说那一家有问题，还是他先去问中联，跟中联说，我查到有问题，那这个道理他可以让他缓冲几个小时，什么，新的修法就是即刻啦。你讲对，那你这个实验室你敢不报？你试看看。现在就是要这样就去修法。那问题是就回到说这个有谁做的？到现在没有人处理嘛。刚刚讲那个只有中联总经理被收押，5行清凶嘛，董事长、总经理、厂长，总共15个人嘛。现在中部有人在劝收卢秀燕嘛，这15个拢带来凯道宾馆嘛，先鞠躬道歉嘛。卢秀燕当卢妈妈一定做得到了啦，因为有2家在她的台中市嘛，隔壁王惠美要1间嘛，泰山嘛，胡茂胡寿在台中清水嘛，台中清水就台中议长、副议长的选区嘛，拜托议长、副议长，拜托那几个头家，25号站上凯道嘛，这15个人除了被收押以外，剩14个嘛，全部站一排跟大家鞠躬嘛，这才会议最高潮，会场最高潮就是这一幕嘛。然后说我们不敢了，我们下次不敢了，不然呢？他们没事我们现在在录影的这当下这1、2个礼拜，胡茂、胡寿、泰山3家公司所有的油厂有继续出，继续收现金，有继续撒到我们台湾各地，胡茂、胡寿、泰山油车继续出去，继续出去，钱继续赚，没有人去管他们呢。没有人去管他们呢。董事长、总经理、厂长有哪几个被限制出境？搞不好他们全部都在笑我们呢，笑我恁个咧冤家中央地方的责任，我们都没事呢，也没有人来追究我们呢。所以那几个国民党的年轻人，你们照道理你们要去围的是胡茂、胡寿跟泰山啊。你不让他们的油车再出来啦，你怎么知道他再出来的油有没有问题？你们要去围那里呀。围到这个事情查清楚为止啊！不是，你去凯达格兰大道一开始登气皮，我们要绝食抗议，2点钟就冻不掉嘛，10点过到12点就冻不掉嘛，冻不掉的公司没有，我前半段我是声援的，后半段我会接力，讲了过刚，另外一个要选议员的，哪里有什么接力绝食？我们就是绝食，我们哪有接力绝食？早起在讲要接力绝食。画面拢会直播，会直播到半暝无报的人去啊！你说你们人类我们都在帐篷里头睡觉。像今天我们在录影，2点45分了。那大椅任雄勇无椅啊。对。拿着一把椅子走就不见了，基本上规棍在吹呢。因为天气很热，2点45分，怎么会有一个人拿着一把椅子离开帐篷以后就没有回来了？大家惊老人昏去，你知道吗？规个拢在协寻呢。太热了，他们现场有电风扇，太热没有，就是他拿椅子去外面不知道干嘛。后来就有一个人拿着黄色的袋子，拿了一堆手摇饮进来，还跟他们讲说这里有什么口味的，这里有什么口味，还被发现桌上有一杯很像大冰美了，旁边有那个什么咖啡的，你在搞什么东西啊？绝食你要用这2个字，这2个字是很悲壮的啦。那卢秀燕去嘛，周而球，卢秀燕去先抱，那标准动作，卢秀燕见到人就是抱，坐下来之后说，国良，尚文，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哈，你不是来慰问的吗？你还会照顾谢国良有没有进来，还照顾连胜文有没有进来？不要在那边演那一出啦，你们真正要抗议的是做油的厂商，你要抗议中央政府也可以，都可以。反正你们地方政府要抗议中央、抗议油厂商都可以，但是我没有听到你们在骂油厂商。蒋万安也没有骂，都没有人要骂油厂商。这15个人，我的建议现在台中当然有人在劝收卢秀燕卢秀燕当年就带了那14个，凯道站一排，先跟大家鞠躬啊。我的建议现在台中当然有人在劝收卢秀燕卢秀燕当年就带了那14个，凯道站一排，先跟大家鞠躬啊，这事情才有解啦。不中央地方都要玩这对做油的厂商，他继续出他的油他哪一批油有问题没问题，
今天下午11号时傍晚又在公布，到底是安怎？基本上今天公布啊，明天会不会再有？到底是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叫由厂商出来讲啦。对啊，当属定总经理、厂长啦，我就点名里面5家，总共15个人啦。你嘛较好心的啊？你那里有继续个载出来？中远现在当然封起来了，可是还有几家有继续载出来。路上还是看到你们的油车，我们的市面上没减收给没上面有些还在用你们的油，然后大家跑去买。卖咸酥鸡，我还看到你那个油桶呢。你如果卖给食品行的，食品行把它做成食品，里面有含到的，那个给完价，这合理吗？大家要把题目转回来这里，中央处理政策、处理修法、处理督导不周，这个是一件事。那讲话不会讲，讲话不跟大家站在一起的这种讲话的口气、内容，这个该骂就该骂。地方去查验，没有主动去查，现在出了事，都要怪东怪西。像卢秀燕，你就应该带队去福茂、跟福寿、跟中联呐。你的卫生局长嘛拢无去呢，卫生局长也不见了啊，市长也不见了啊，这个公司拢办好过呢，拢无咧骂呢。就在台中清水议长、副议长的选区都在那里呢，敢无都劝说因出来甲大家回信呢？我大家套一开嘛，你都不处理这一些，只在处理地方中央这些纠纷。我上这个节目，我已经是2-3个礼拜，我说你去美卢秀的嘛不好，你去美讲话嘛不好，以为是因做的，你没要创啥啦？你也没做以为啦，做有那几个7月25号站上凯道跟大家道歉啦。金姐，现在看来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解民怨吗？可是当蒋万安射出这支穿云箭，看起来你刚刚看镜头上面。他直接讲中央推诿卸责，什么还在护航业者。阿川刚刚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护什么？他们一直在骂厂商，他反而觉得为什么像那个蒋市长啦或卢市长他们，然后不骂业者，甚或刚讲要把业者带到凯道上面去道歉才能解吗？把业者带到凯道去道歉，为什么是卢秀燕呢？不管带到任何地方道歉，中央不是应该率先带他们去道歉吗？中央自己也要道歉吗？我想刚刚大家谈的，我一一来讲一下。第一个，有人笑说那4个绝食的年轻人，好像是去做那个减肥营哈。网络上有人在笑他们说做减肥营，好像说是接力节食哈。那有人站出来否认的哦，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不要以讹传讹哈。那可能有人讲话不够周延，但是另外有其他人，他们已经秀出他们的资料，说真的已经24小时在绝食哈。那这是他们的一个表态，我觉得哈，我们可以监督他，但是呢，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去嘲笑人家，这是第一个我的看法哈。第二个就是说，刚刚有来宾说，那你们这些议员为什么不去监督蒋万安？我们当然要监督蒋万安，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台北市政府是没有过失的。我今天下午还在质询卫生局长啊，他整个状况以台北市来讲哈。6月30号从食药署那边得到的资料，说有这样一些问题有，然后7月1号是台中市政府通知台北市政府，好是哪几个厂商批号是怎么样，不是中央通知的。台北市政府呢就立刻去查，立刻去查，然后一直到7月17号，台北市政府稽查了223家的业者跟通路，累计下架问题油品跟再制油高达13.2万公斤，然后北市受影响的团扇有12家，学校有117家。那台北市也抽查了30件油品，其中有1家不合格的是福寿油品。好，那另外呢，因为南桥它的总公司在我们台北市，台北市没有工厂，它没有主动通报我们台北市的卫生局，所以也已经裁罚他300万。今天我还问说他什么时候要缴罚款，卫生局说裁罚后的15天他要缴。所以台北市该做的都做了。那个民进党的发言人说，又不是我逼你吃这个油的，不是你逼我吃油，我吃到这个油没有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全体2324万的国人都被逼吃这些油。你不吃油吗？你不吃饭吗？你不吃菜吗？你不吃任何的东西吗？你只要吃东西，你就可能吃到。可是你到底有没有吃到？我也不知道啊。在座的你们有没有吃到？
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不是吴征逼我们大家吃这个油，是你们无能的中央政府逼大家吃这个油。我觉得这个是人民愤怒的原因。OK。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们讲范老师，秦姐刚刚有讲，因为厂都不在台北，所以蒋万安讲，那我也不知道查哪个厂，因为厂不在台北，那可能公司登记在台北，但是厂大部分这也是长期以来大家讲那个财政收支划分的时候，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些事。好，这是另外一回事。可是问题是，那范老师，可是厂会在其他地方啊？陈其迈为什么会受访？因为蒋万安刚才跟颜若芳两个人在议会里面这么火爆的，蒋万安就觉得高雄啊，高雄没有，因为厂我讲台糖在高雄，对，然后大统艺在台南，然后中联在台中，就这些有。可是当蒋万安讲要设这支穿云箭的时候，那对其他呢？因为地方上蓝营执政的县市还是多，那这些接下来怎么办？我是觉得蒋万安他那天在立法在那个市议会，他跟颜若芳这边互相这个对骂嘛。其实我要讲的是，蒋万安现在已经是跟市议会感觉是水火不容了。就他过去3年来，基本上跟市议会关系都还不错。那我们知道之前柯文哲也是跟市议会是闹得很僵。可是你看他最近的行为，就是准备要简直是已经是焦土政策了。他的风格跟以前不太一样，对，完全不一样。以前温良恭俭让。对，那我会觉得，就算他连任哦，他未来4年进市议会，他遇到简书培、遇到民进党这些市议员，什么严凤他们这些人，我跟你讲，他会很难受。因为已经撕破脸了嘛。就是对于一个政治市长来讲，你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跟你过去的人设也不同。好，那你难道要遇到民进党的市议员怎么办？而且为什么人设会改变？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而且你看他那天跟他讲说高雄有验吗？高雄有验吗？高雄有验啊。从111年到115年查厂6次，抽验18次啊，这很清楚啦。那我要问的是，那你蒋万安在提出这个质疑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你的卫生局长？高雄有没有验？所以你是直接打脸你自己哎！如果你有把握说高雄没有验，那你就在市议会慷慨激昂，对啊，高雄有验吗？高雄有验，问了好几次，那表示什么？你没有做功课哎。好，那我要讲第二个，这个蒋万安让我觉得很奇怪。第二个就是说，我认为啊，他为什么要忽然？因为礼拜4是吴峥跟某位黄阳明他们在某节目上，那黄阳明是一直等于说拍桌子啊，等于说把吴峥说的好像是吴峥是这个油厂的厂长一样，所以吴峥就很生气，就说啊，我有没有逼你们吃，我有没有逼你吃？现在吴峥讲的那句话是可以的，但我觉得他有情绪上的控制问题，要检讨。所以吴峥就很生气，就说啊，我有没有逼你们吃，我有没有逼你吃？现在吴峥讲的那句话是可以的，但我觉得他有情绪上的控制问题，要检讨。但他的回应就是说，不是我逼你吃的，是厂商，你不怪厂商，怪我干嘛？所以他的意思是在被国民党拿来，就是蓝营就开始剪接了。我觉得蒋万安就是开枪，哇，捡到枪了，他就觉得我要上街头了。搞清楚哦。这礼拜5是蒋万安从政以来第一次上街头，应该是吧？国民党过去很少见上街头。那个为那个纪检署算不算啊？那主办啊，主办了，他主办了，对，是他射的穿云箭。对，所以这个到时候礼拜6的情况就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喽。到时候就见真章了嘛，谁都可以上街头，谁都可以去凯道。但是问题是就看人多少嘛。你到底有没有依到警服门？有没有印到作证纪念堂？如果没有，就不合格啊！不合格，你蒋万安自己会受伤更重嘛。所以为什么他去找黄国昌？他认为黄国昌有年轻票嘛。他怕了，我觉得他后来有点后悔啦。他后悔，范老师，你知道他动作？他那天讲完，我记得是礼拜5，然后我们在录影的过程，当他讲说要号召人民上街的时候，我们就要讲说，那是口号，还是他真的要大家上街头？还没录完。他就已经到立院党团去拜会了，对，也就是说他的动作，他真的就是要这样干啊。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决策一定是就跟他上礼拜放台风假一样，就是少数人的决策。然后他觉得哇，见猎心喜，
我有机会了，而且我可以转移大家之前对他的一些批评啦、老鼠啦、什么吸烟室啦、什么遮阳伞啦、什么台风假啦啊、什么这个一大堆问题啊、什么诊所这个偷录啊等等，他可以转移焦点嘛，然后创造新的话题嘛。可是问题是我刚刚讲过，到时候如果人数不够多怎么办？第二个。大家也会讲啊，按你宝林茶室事件呢，你前年2024年3月19号，6个人死亡，29个人受伤食物中毒你小安有道歉吗？你没有啊，他又踢爆台中8年只查厂1次，而且还不是去查这个什么的这个本牌皮，还不是查本皮还不是查这个是查重金属，那就是然后讲你台中市政府800天没有抽验，所以人家说啊，中年有恃无恐嘛，800天都没查了，然后今天又发现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什么？没有去查，结果台中市政府报给中央的卫福部是说没有这个本田皮，说没有，说这个可能有涉及到伪造文书哦，然后现在大家又发觉到说，这几个油公司政治现金都给谁？都给国民党的，竟然占了95%。那你国民党是不是错理卢秀燕？是不是你们拿了政治现金，你们不去查呢？你们带护死走了？光是南桥他捐赠40个人的政治现金，39个都是国民党的，只有一个不是，是谁？是柯文哲。所以就比如说你们跟那些酒厂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利益共同体？你们是不是包庇？你们是不是代呼？你们不去批评不批评油厂，只批评中央，这些全部被挖出来嘛。所以我要讲好，那你看现在这几个普通工跑出来，什么杨子斗出来绝食，台湾谁绝食最厉害？施明德，施明德1983年到1984年，因为陈命案、江南命案，他在监狱中，在三军总院绝食了4年7个月，请注意4年7个月，然后被强制鼻胃管灌食3040次，你知道那个鼻胃管灌食多痛啊？从鼻子进去，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没有生病，然后被鼻胃管灌最多次的，然后要插鼻胃管，那些军医还特别大力嘞。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你们拿这个绝食开玩笑嘛？所以就比如说你们当作嘻嘻哈哈的，然后还接地绝食，所以我觉得今天他会觉得你把食安当儿戏。然后把食安当政治操作，然后你只敢骂中央，不敢骂厂商，然后你要拿到厂商那么多钱，然后蒋万安现在俨然现在要出来了，上海道了，然后这个运动就已经不是食安了嘛，就大家看到就是政党对决了嘛，那这时候怎么会有中产阶级出来呢？怎么会有年轻世代出来呢？然后那天蒋万安还要放烟火，那大家不知道去哪一场？不是他放烟火了，是那天是大稻埕烟火，大稻埕放烟火啊，对，大稻埕离凯道还有段距离啊，到底要去哪一场？会有选择障碍，所以我是觉得这搞得这完全逻辑不通。然后他昨天去见了这个卢秀燕，卢秀燕就说中央不想做，我们来做；中央不去做，我们来做。地方政府本来就是应该要去做检验的，这是你的职责啊。刚刚范老师讲这些经典，尤其在台中这一块，因为他会拿高雄跟台中到底验了几次。刚刚范老师特别讲高雄验了什么18次，然后台中竟然800天有没有验1次还是什么这些对卢市长来讲的话，会不会有影响？我有看到台中市的副市长郑肇兴针对这个部分有回应，他说他们查的通常都是专案嘛，就中央指示他们要查什么，他们就去查。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台中市政府当然他要去努力的说清楚否则的话这个部分可能会以讹传讹，会对他是造成一些这个就是网络上大家就是捕风捉影嘛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大家都要检讨，我们也不是说地方政府全部都做得很完美。刚刚虽然我说这件事情台北市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什么疏失，因为台北市没有查厂的问题嘛，那你们通报我说油品有问题，我就查油，那我们努力查了油，所以台北市在这个方面是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如果要检讨说中央有错，地方也有一些要改进的，大家就一起来改进。阿川刚才讲到，其实台中这个做法是，就刚刚讲说副市长郑肇兴讲的，那么就是照中央，刚刚讲是什么中央专案，叫专案查什么他就去查什么。就是说台中是8年，
没有主动去查。那他们有没有到厂里头去？有。他们查他的环境卫生，这个有。查他的整个作有的风险管理的制度，这个有。但是验那一项没有，就是说这8年没有主动去验那一项。因为过去那一项不是中央的重点查，我知道嘛，讲白了，中央没有专案。你听我讲完嘛，就他们没有主动去验那一项嘛，这是我没错吧？那是中央要求啊，这个中央也不是只有叫台中市验哪一家，中央当时给的这个专案是全国各县市。大家都有，每一个县市几乎都有中。那这些县市呢，他就要求说，你们这几家你们要去验什么验什么。那台中市在那一次怎么验呢？那一次的做法是这样的，食药署就叫台中市的卫生局去那几家去抽样，抽样出来之后交到食药署在台中的实验室，由台中的实验室验，验完之后报告送回食药署。食药署再把结果告诉台中市政府，那个验的结果就是合格，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专案，全国的专案，不是针对台中市，也没有针对这几家，全国的专案做。那除了这全国专案做以外，台中市就没有做嘛，这是事实嘛。那高雄跟台南，他们除了这个专案以外，高雄跟台南有做嘛？那到底要不要做？就我刚刚讲的，法律没有规定他一定要做啊，一定要主动去做。所以现在才要修法嘛。全国的专案做，那除了这全国专案做以外，台中市就没有做嘛，这是事实嘛。那高雄跟台南，他们除了这个专案以外，高雄跟台南有做嘛？那到底要不要做？就我刚刚讲的，法律没有规定他一定要做啊，一定要主动去做，所以现在才要修法嘛，就修法说你一定要去做。那你做完之后呢，如果出了状况，怎么通报的那个机制，就在修法里头要来建立嘛。OK， 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在地方上，你会看到有一些绿营的朋友就讲，大家来比地方，就会比出像刚才那样子。那蒋万安这次这么大的动作，直接就是要号召所有人民上街头。那他大概也注意到有人的一些呼吁，讲说这件事最好不要跟选举扯上关系什么，所以大家不要穿什么衣服也要挑白色的啦，或什么类似这些。可是对范老师来讲，刚才特别讲说，蒋万安会这么大动作做这些，是为了要转移包括台北市政的一些的东西吗？或是因为这件事台北市反正没有厂，但是其他厂在包括连蓝营的执政县市也有，绿营执政县市也有，对蒋万安来讲是不伤，所以可以做大动作吗？我先讲一下啊，刚刚委员讲到说，地方其实是没有主动责任，没有责任要去查，只是说你有没有更积极。他说得志，好得志，好。那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台中没有查，高雄查，台南查了，结果大家都没查出来，所以大家还吃到了，所以地方有没有查不影响我们今天碰到这个结果，好，那今天厂商是延迟通报了45天，对不对？40几天我不确定是不是45了，好，然后呢，通报之后，你中央从6月30到现在，中间改了3次，然后到现在还没办法下架。前面的45天账算厂商的，后面这边要算中央的吧？如果你中央处理好，我这过去的这几天是不是就吃不到？对不对？你第一时间什么20%，后来然后如何一路这样下来，所以骂中央有什么问题？今天要骂厂商是要去堵厂商，厂商可不可以出货中央在决定？不然你那时候3次的规则在下什么？今天委员的意思是说，大家去把它堵到所有油都不准出来，不管你合格不合格都出来吗？是这样的意思吗？对不对？当然是你中央的责任。跟厂商中央搞了到现在搞了快20天了，对不对？厂商搞了45天，你责任至少人家一半吧？厂商该负多少责任？你中央该负一半吧？不然这几天大家知道算谁的？那台中市政府0，不是我刚讲了嘛？台中市你刚不是讲一半，那不是我刚讲了，台中市府没查，台南、高雄查了，对不对？但是都没有查到，所以0嘛？不是，所以中央地方怎么查，不影响你今天面对的结果嘛？因为高雄查了也没查到嘛，所以你的逻辑就是中央50%，厂商50嘛，厂商不一样啊。同样一批上面的上游是一样的，上游不一样啊。台中是中联，对，台南的是大成，大同意，高雄是这一个台糖，都不一样。台糖有用到油啊。说他验出来没问题啊！中联有问题，听不懂啊。台糖有用到中联的油嘛，对不对？如果你说你今天台糖你就是说
你今天地方查了，你的推论就是地方政府都没有责任嘛？对，照你刚刚委员讲的，地方政府是没责任啊。我哪讲地方政府没责任？你刚刚讲说依法是没责任查，不是吗？对不对？不是。我不是要对地方，不是啊，卢秀燕就是没责任嘛。我跟你讲，还有蒋万安没责任，两个都没责任嘛。我现在讲，我不是要对地方推诿卸责，地方有认真去查，当然很好。好，但是我告诉你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地方有认真跟没认真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是一样的，并没有办法改变结果。陈其迈这么认真也没有改变结果，好，黄伟哲这么认真也没有办法改变结果。就人家就没有犯错啊，不是没有犯错。是你也查不到嘛？现在状况是这样，不是那个厂商就没有那个东西，你要怎么验？不是讲了台糖油吗？我们刚刚不是已经讲过这件事情了？台糖的油不是中联他们自己榨的，中联是那3家台糖也混到啦，然后提供那3家，台糖也混到啦。我可以补充一下，台糖有用到啊，台糖有混到啊，不是我当然知道上游不同嘛，但是问题是台糖也有用到中联的油。台糖的上游就是台糖，我来补充一下，不然台糖这次的油怎么出问题的？就是用到中联的油啊，不然台糖这次有问题。我们在讲最上层，中联、大统一跟台糖，那中联这个最上层出问题嘛？大统一跟台糖的最上游没出问题嘛？对，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查来讲，不管你是上层下层，你理论上会查到嘛，对不对？但是你也是查不到。没有，其实这不一样。你的中间的油有跟你成品没有，这是两回事。我懂意思。你不可以说成品没有，所以整件事就误会都没关系。台糖现在的状况，他也用到了嘛，对不对？你现在的状况来讲，就是说，在这上面来讲，茶厂的责任，这件事情，它在整个上面带来的责任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重，因为你没有查出，你今天查了，你今天查8次，你今天查18次，你也不见得查得出来嘛。重点是你后续的出了问题之后后续的处理嘛。对，那你现在的状况来讲，你今天中央拖了这么久，你今天来讲，蒋万安，我必须要讲了哈，不要讲说刚讲到说什么蒋万安是第一次号召上街头，我讲我跑新闻这么久，我就没有见过台北市长在号召他上街头的啦。对不对？你是要维持集会游行的，结果你居然说我自己又是集会游行的主人，从来没有发生嘛？那或者为什么蒋万安会这么大的？我觉得蒋万安第一个状况就是说，第一个他本身在转人设，对，他在转人设，他为什么要转这个人设？我觉得是要再上大位，一定要转人设吗？不是啊，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说我不认为他选2028了，我认为他就是提早转了，因为你没有转就是不行了。今天来讲，侯友宜当初就是没转嘛，所以侯友宜到了选举的时候就整个垮掉。卢秀燕当初大家也看到整个转得太晚嘛，所以卢秀燕的部分也出问题。我觉得蒋万安就是提早转。那蒋万安的状况，第一个就是说他提早转人设，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他 timing 的确抓得好啊。他突然这一次完之后，好像变成蓝营新共主的那个感觉。对啊。那我觉得他的确抓好，但这中间有民进党政府的问题啊。你看蒋万安的机会谁给的？对不对？那个卓荣泰在立法院是什么态度？然后加上吴峥，加上昨天的潘孟安，就是你现在状况告诉大家说，你像昨天的状况来讲，大家都还在，我们现在在讨论油，大家在烦恼油。今天新闻的报纸的标题是泛赖系大获全胜。民众在水深火热在吃油的时候，你给他全力改组，的公赖清德压瓦这。你说你今天这种说话，民众不堵拦吗？昨天整个赖清德在全代会上面一声都没有讲。卓荣泰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我们绝对不会让违宪的预算如何，就说你现在状况说，然后讲说我们行政院的守门员角色要办好。你现在守门员只守预算不守食安，你们只管国安不管食安，你现在状况才会让这个民怨沸腾嘛，今天才会让蒋万安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么奇怪的一件事情，居然大家觉得不奇怪，觉得有正当性，所以这中间是你说台北市长本来就不太应该要这样，因为没有见过嘛，上街头一定是台北市长要维安嘛，没有见过嘛，对不对？而且你台北市长就在那杠，你明明就有中央地方的管道。结果现在状况大家觉得这么合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所有的管道都失灵嘛，对不对？你看到一上来的时候，卓荣泰先骂台中市政府，你为什么抢快？对不对？你为什么抢快？现在你跟我讲说都是你的责任，
大家听不落嘛。我补充一下哈，刚刚大家吵了很多哦，我必须要讲一个专业的这个知识，就是中联它今年在4月到6月生产了29批这些大豆沙拉油哈，那到了7月的时候验出有5批超标，那它的影响呢，包括福寿、福茂、泰山、南桥跟大量的下游业者。所以刚刚大家说卢秀燕没有去查，她其实前几年的东西也没有问题。就算你前几年去查，它也不可能有问题。它这一次就是它这个是4月到6月这29批出了问题，因此我们才要问说，为什么这一批它又不是第一次生产这个，它的污染的状况来源是什么？其实前几年的东西也没有问题，就算你前几年去查，它也不可能有问题。它这一次就是它这个是4月到6月这29批出了问题，因此我们才要问说，为什么这一批它又不是第一次生产这个，它的污染的状况来源是什么？这个部分要查清楚嘛。OK， 来，范老师，不过我刚才那个后知讲说，蒋万安要换人设啊。可是我真的搞不懂现在换人设的意义何在？有什么必要性？你告诉我。没有，猴子刚刚有一句话啊，他说也许他是提早换人设嘛。对啊，他不是举了侯友宜，他们就讲说，当你人设太晚换，到选总统之后再换，民众可能不会买单，所以我提早一点换，大概就不会。猴子刚才已经这一段铺下来了，除非他想选党主席。否则你现在变成一个反一定不是党主席，不是嘛？对啊，你把自己搞成一个反绿大将干什么？你在国民党内本来就定为一尊啊，你没有权力的问题啊，你很稳啊，你是金孙啊，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变成说我就是要对抗民进党？我要集结什么？再往上一层走的话呢？不是啊，除非你要选总统吗？是啊，选总统也不用这个时候啊，迟早要选总统的，提早，所以他刚说提早迟早要选总统的。那选总统，我不认为他2028会选啦，他一定会做满的啦。蒋万安是个很保守的人嘛。我刚刚也是这样讲的，对啊，他说提早改变，没有必要在这个 timing 这么早，而且你这个时候跟市议会完全搞僵，意义何在？你不是，没有完全啊，我这样解释哦，就是说，基本上现在状况就是说，蒋万安这一拖是稳赚不赔啦，我管你跟民党议员关系好不好，对不对？现在这一拖上去，而且我跟你保证，7月25号人一定不会难看，人一定不会难看，你不要去看衰他也没有什么说什么，他想要把东西赖给郑丽文，如果不好就是郑丽文的，好的就是我的，政治上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啊，你出来喊第一个。说出来动员人不好，说这郑丽文的责任，嘿，不人听爱嘞。但这种阴谋论真的不用讲，我讲实在话。来，财经专家，我跟你讲哦，我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是最早所有政论在谈这个议题，对啊，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放比较后面，但我就说整件事情的处理方式跟我以前在跑顶新案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先讲一下哦，我觉得。这个层级可以分3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法，当然是业者自行要验，所以现在业者为什么被抓去或者是说都是有被成为被告，有的甚至被羁押，一个收押，其他是交保，1-2千万左右交保。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明知道有问题，却在6月15号的时候还故意隐匿，然后到6月30号还是7月1号才通报，所以业者我觉得整件事他至少有4到5成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就是地方政府，我觉得地方政府当然有问题。那难道人家高雄市政府会为了维护我们高雄市民还有广大台湾人的一个生命安全，然后食品安全，所以人家要去查？台南也有这样的职责，就觉得说，人家大同一体温江了，这短根大概有那个3-4成都吃它的油啊，那我当然也要维护我们台湾人的健康啊，所以我要去查。难道就这个偏偏的台中市政府西领导然后关我什么代价？反正你们台中、你们那个台南吃到、高雄吃到，反正你也不会投给我，而且你们都是绿的，让你们吃到就算了。难道台中市政府是这样没有天良吗？我想应该不会吧。没有一个妈妈希望别人家小孩西北料吧？不会吧？所以台中市政府你没有查你就 say sorry， 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你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出来道歉。对不起，我错了，因为我过去这一段时间我没有查。第二事情，对不起，我错了，因为这个厂商竟然叫欧星嘛，我没有查之外，他竟然这个还隐匿不报。
那所以当你台中市政府你第一线你跳出来说错了，那当然那个后面这个是之前那个过程嘛，从7月1号之后就是中央政府的问题嘛。像中央政府，我也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鬼啊！我刚刚就说了，以前这件事情，我们那个鼎新他们是下游的这个油的问题，他就叫证交所第一时间就叫他们出来说明。那就在这叫证交所这边出来说明。我之前也讲过吧，礼拜六我是带一班记者，我去那边我整个都火大了。为什么你们派一个下面小朋友、下面人出来讲？就开始从头版开始一直修理，到后来是魏家魏老三带了一整排人出来鞠躬道歉嘛。那不是就应该这样吗？多久的时间？那魏老三出来道歉，应该不到也没有2个礼拜，应该1个礼拜而已，我有点忘记。但是我的意思是，那你中央也很奇怪啊，你讲的不清不楚，什么20%的原则，然后这不搞了老半天，然后呢，就后来大家也不知道说你们一会是第1批、第2批、第3批、第5批，他们现在到底做到？我刚才查了一下，现在竟然整个已经回收是2769公吨，然后呢，预防性的回收是5200公吨，然后呢，所受到下游厂商是1322家，整个已经星火燎原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会觉得说。现在，然后就开始有很多政治上嘛为什么什么不骂厂商，是因为厂商抖内钱都抖内给政治千金，都抖内给蓝的。我要特别帮我们秦惠珠议员讲一下，没有抖给他哦，他没有，对，他完全都没有。但我的意思是，说真的啦。厂商捐钱这件事情，比如说好，我就直接讲南桥陈飞龙，人家就是外省老贝贝，我还跟他同事过，他当亲民党的立法委员，对，就他太过分了，竟然没抖内你，而且40里面就是没有。不要讲，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去用政治的考虑说，你就是抖内给他，然后你就封了这个口，那我跟你讲，以后政治签进就很麻烦，因为所有的厂商就会地下化，就不会公开。那好，那。蓝的我也觉得很奇怪，难道你真的因为人家厂商捐你那10万块，你就不去查他吗？我觉得人命没有那么便宜吧，食安没有那么廉价吧，所以我也不愿意这样讲。可是我不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这件事情研发至今，就像刚刚一川讲的，最应该被谴责的其实是厂商啊。结果后来中央地方没有人在谴责厂商啊，就开始互骂嘛。那再来，其实我认为。蒋万安为什么这一次发动一个725？其实就像刚刚那个就厚之哥讲的啊，稳赚不赔嘛。反正他罚了，不要忘记哦，人家南桥一开始是什么？是所谓的吹哨者，对，他突然南桥一直在喊冤。当然喊冤，而且而且我觉得南桥喊冤，他一定会提行政诉讼。对，那我就觉得，因为你看检方现在侦办，南桥目前为止没有对他没有列被告，所以南桥在检方的侦办过程里面，他确实应该也是吹哨者的角色。所以当时台北市政府突然去罚一个南桥300万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傻眼，他不是吹哨者吗？因为主要刚才那个阿川有讲，那个卓院长来讲说，这个礼拜要开始启动修法嘛。对啊，因为我们的法律里面是讲说要通报主管机关。对。什么时间？他是告诉了中联说，我买你的这批油有问题，我验出有这个，他就跟中联讲，他没有跟主管机关讲，他们主要是因为这样。第一个，他没有通报台北市政府；第二，他通报的太慢。他发现以后，他去这个做化验，做化验以后他不相信，他又做第2次的化验，所以从4月拖到6月，他时间有一点拖。南桥他们其实也有解释，不过我也觉得你就第一时间全部都通报不就好了吗？莫名其妙。可是我的意思是，台北市政府在那个时间点罚很快。其实就代表这件事它不太有所谓的没有厂商的没有工厂的问题，所以稳赚不赔，所以就杀进去了。我觉得蒋万安这种个性一再凸显他这种稳赚不赔的心态。对，例如说台风假我放了，反正不管怎么样稳赚不赔。班班有鲜奶，我给了啊，也稳赚不赔嘛。班班有鲜奶有什么了不起？每个生有鲜奶，生有鲜奶，对不对啊？还更细啊！对啊，班一般就说就是学生嘛，人流很，人家一直强调人家知道生有鲜奶是中央的政策，生有鲜奶是蒋万安的政策。那为什么是冷气啊？班有冷气好，不然我讲这个，这个只要市政府有钱，哪个地方不能弄嘛？而且会有家长出来反对，说我不要喝，不会嘛？就稳赚不赔嘛。可是我讲，真的会稳赚不赔吗？他台风假这次有没有得罪人？
他会以为可以拉拢上班族，就得罪外送族啊，对不对？想要拉拢市民，就得罪股民啊。我在讲，你给我扯去。不是，我讲从这个我说从蒋万从这个个性来讲，对，他认为说，我现在是食安的捍卫者啊，我上街头，我一定有掌声。我觉得未必哦。可是我觉得他厉害是，他一讲完之后啊，他不是又跑去台中卢秀燕吗？他为什么要去找卢秀燕？他一定也知道这个弄下去，你卢秀燕其实你是有问题的嘛。你第一次人家台南都会查，人家高雄都会查，啊，就你台中看他动工没要查，这有问题啊。所以他也知道会得罪卢秀燕，所以先去。就是先捅你一刀之后再给你呼呼嘞，然后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这一招很狠啊。蒋万安事实上已经开始为未来，不管是2028还是下一步2032，对他其实已经在把自己的声量不断的往中央承袭，所以你会发现所有关于台北市啊什么树啊还我树来，他都不愿意回答。那这整件事情，您看到蓝营的这几天一直拿着，包括这几天发生，不管是吴峥讲话啦，或什么这些讲说啊，为什么他们会讲完，甚会有人说蒋万安要上街头，就是因为这些累积下来，最后那个稻草就是像包括讲话的这些内容，对你们来说会造成很大困扰。不是啊，那怎么会大家讨论到蒋万安的 timing 掌握得很好，蒋万安抓到这个时期？这讲的是咱家以为代志，难道蒋万安跟他的幕僚每天在想的是、观察的是这件事情吗？机会来了，逮到了啊，然后就去弄这个事情，应该嘛不是吧？蒋万安是这么阴险的人吗？我不觉得啦。他刚刚镜头说他是对人民有责任，那他应该要就责卢秀燕。如果对人民有责任，我们就不会有人去讨论说蒋万安这一次掌握得很好，这一次这个时机啊，什么什么各式各。那你说他去台中找卢秀燕，是他去找卢秀燕，还是被卢秀燕叫去？不是、啊，就是现在谈的地方主管机关，卢秀燕就逃不掉嘛。你说台北可能逃得掉，因为公司在这里，厂都不在这。那厂不在这里，那缴税在这里，罚款收也在这里，然后呢，这个污染在别的地方，然后该查厂是别的县市的事，所以他可以讲得很轻松。可是如果大家去追究卢秀燕的时候，那卢秀燕会中啊。所以蒋万安讲这件事情之后啊，如果卢秀燕的幕僚问蒋万安的幕僚，说你到底是在讲啥？这事情不是大家要火力全部往哪里跑吗？你们弄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他们去到台中去开完会的结果，就是一个线上的国事会议。那这个结论也很奇怪啊。这个线上国事会议要讨论什么？他说他们的结论会让这个中央来修法，就是立法院党团来修法。现在该修的东西还需要透过这些县市长，县市长就很简单啊，县市长就卢秀燕把他们没办法做的委屈讲出来啊。那这个结论也很奇怪啊。这个线上国事会议要讨论什么？他说他们的结论会让这个中央来修法，就是立法院党团来修法。现在该修的东西还需要透过这些县市长，县市长就很简单啊，县市长就卢秀燕把他们没办法做的委屈讲出来啊。然后彰化王惠美讲说我们没办法做的委屈讲出来啊。那隔壁的云林中湾嘉龙不和嘎仔，那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就大家讲一讲就好了。这个事情我不觉得，会需要有这么多场的事情啊。就是蒋万安讲了一场，然后又跑去台中又弄了一场，今天卢秀燕又跑来台北，又去看这一批年轻人，又弄了一场。似乎他们把这个有的事情当成是国民党内部谁这一次连讨论主办单位都在讨论。主办单位就要讨论到谁付钱呢？主办单位就要讨论谁讲最后一个啊。如果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就是郑丽文讲最后一个。那郑丽文前面是谁？谁要讲第一个黄国昌跟馆长他们要讲第几个？我的规组拢乱去啊！蒋万安哪个位的？因为那6点开始办嘛，办到8点要结束嘛。大稻埕烟火我们来几点放嘛？
8点多，我也不知道在那里能不能看得到嘛，还是会议结束的时候现在放烟火，主办单位放烟火，那里就放，现在都搞不清楚。就是说这一个活动看起来主办单位，因为主办单位办过活动都知道，主办单位会影响 run down 啊。谁讲第一个，谁讲最后一个啦？这些动员来的人，现在很少人动员晚上啊。最近太热了。不是，现在游行都是下午3点到5点，然后就上游览车，比较远的就是跑到这个桃园新竹再吃饭。那如果有一些比较近，就线上就车上发便当。你叫他6点坐在那里啊，5点不便当，6点坐在那里，然后要进行到8点。你觉得那个拿牌子的某某里的那些牌子的几点会准备叫大家上车？请议员就知道啊，会撑到8点结束，说我们再上车嘛？不会嘛？那个每一台车带队的里长说差不多了哦，差不多，不就是不好看？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搞到是在谈国民党内部这几个人之间的这个竞逐，这个很奇怪。如果这一场聚会是在讨论制度，修法。这个要怎么弄？大家做了一个共识，然后给后面那个凯达格兰大道那个赖清德，还有左前方的那个卓荣泰，还有立法院，就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大家一起回头修法，立法院立法委员都在，大家一起去修把这个法弄一弄，这是好事啦。可是如果弄到当天最后，大家最后的评论是说，今天谁讲的比较好？那个要选总统的气势出来了，谁不落人后，什么什么，这一场几万人有没有到景福门成功了？那成功的时候算谁的啊？失败算谁的？我们在讨论的是有啊，不是在讨论他们要选总统啊。经典，这件事情会赋予太多刚才讲的这些政治上的一些想象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食安问题，大家号召民众出来，向政府表达我们强烈的一个心声，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安全的石油哈。刚刚大家说要谴责厂商，坦白说我也赞成谴责厂商。我跟这几家什么福茂、什么福寿、泰山，我也不认识，中联我也不认识。但我要讲，他们这些厂商应该也不是说他要谋财害命。这些都是老牌的厂商，我看他们1995年就成立了哈，他们也不是说以前都做得好好的，我现在突然搞一个东西要害死你们大家，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要去协助去了解这一次这些29个批号里面有5个，到目前是5个批号出问题，你们在制造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因为一定要了解这些批号出的问题，才能杜绝说以后你这个厂会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厂商一定要出来认错道歉，赔偿都要。但我觉得说政府的责任，尤其中央政府的责任，这一点是一定要先去做的。OK， 第二个，就大家讲到蒋万安，坦白说这是一个食安事件，可是号召民众上街头，那然后有这么多的地方首长上街头，对准的是中央对中央的不满。那坦白讲，它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动作。它从一个食安的问题上街头以后，它就是一个政治的动作。那当然有一点就是说，怕它变成个别候选人，我拿个大旗，你拿个大旗，大家去抢这样子的一个风头，或者民众党或其他任何的独立候选人都跑来了。所以蒋万安有说，我们大家都穿素色的衣服，不拿政党的标志，就是有一个单一的诉求。所以大家又说，哎呀，谁讲几分钟啊？谁的这个谁讲第一个，谁讲最后一个？这个也是多虑了。虽然它是一个食安的议题，上街头就是一个政治动作，但是这一场的活动，大家还是会集中在食安跟民生的议题，不会争排名啊，争说话的长短啊，争曝光率啊，争谁的这个版面大版面小啊。我觉得大家放心，这一次的活动不会是这样的。OK， 这次那整个食安的议题，那接下来在7月25号到底整个要上街头，那包括人数这些一定会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那接下来呢，包括中央启动的修法，然后所有这些，可是这件事情一路讨论到现在，任局，4广阳的事情解决了。还是这件事情讨论完以后，对，好像4广阳的他要承受的风暴就少了一些，会不会这样？因为有可能他到现在他到现在还没有退选，他是退出国民党，不接受国民党提名嘛。但是
阿正，你在桃园啊？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桃园他有在外面跑吗？没有，不是，这就我昨天还遇到6个桃园的议员，我这一个一个问哦，你们最近有看到市广啊？他说没有，他说连万美玲都没看到。那大家觉得他会再躲一阵子？不是，现在只剩下100多天，然后他半月，对啊，他总不可能一直都这样下去。然后大家就在讲说，施广阳是不是退选？施广阳的扛棒怎么不见了？然后就有人说哪有，施广阳扛棒还在，哪里不见了？因为扛棒太多，你看到一个拿下来就以为不见了。不是，我解释一下。来，我跟你讲，台风我也有好几个看板哈。来，你听我讲，把它拿下来躲台风了。来。这个是施广阳在同一个地方就直接搞2个，好像看到架子就可以放的那种感觉了。第二个，你看这个，来，秦议员，这个是台风收的吗？不会啊，因为旁边人也没收，旁边没收啊。啊，如果收的话，往左边卷，往上面卷，往下面卷嘛，对不对？啊，这个就不见了嘛。啊，所以有人看到这个之后说他退选了嘛，然后有人看到这个说没有啊，这2个还在啊，怎么会的？这个是同一个时间啊。现在桃园街头还是长这个样子。就是你只要从桃园交流道往市区方向，左边、右边、上面、下面，都还看得到。只要看到价值，几乎都是他的。所以他会不会退选？昨天我问了民进党的几个市议员，有些人说会，有些人说不会。就大家感受，因为就没有见到他，也没办法预期他的表情。那有人要办活动，要去邀请他。就是说这个一个邀请他怎么出来？现在他出来一定会被堵麦啊。对，就是有人在问说可不可以邀请他，然后就打他的这个手机就关机了嘛，就找不到他，所以不太确定。所以他会不会退选哦？我个人是觉得不会的。我个人就现在要让他退选了，只有一组人有机会让他退选。谁？他爸爸跟他哥哥。他爸爸跟他哥哥是做生意的，他们就一直在做他的生意。做房地产生意那他的房地产生意是好是坏是怎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的理解，他爸爸没有在鱼肉乡民他爸爸就是一个这个建设公司，伊就是在测行李那行李做好，叫哥哥行李在做好你这个弟弟搞我家遮侪代志，佮母甲对我做老爸家来，佮母甲恁老母的立委林敢要选市长的总督的时阵，这个爸爸会出手，说你不要选了。那只有我判断只有这种可能啦。那国民党说有一些什么议员打电话去党部骂人，说什么，因为迄几个都叫万美玲本来就恩恋的，当然卡去骂啊。迄内底有选10届的议员啊，你本来就顶打，所以卡电话这边那个很正常，所以那个新闻大家不用太在意。就是说，万美玲以前是议员，然后去选立委大家都是议员，我们5个都议员，为什么你选立委？那大家。有时候会有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啦，所以现在这些包括什么他们的党部主委啦、他们的议长啦、在地的议员，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决定性啊，决定性应该是在施广阳的爸爸，就是单纯做建设公司的这一位董事长。OK， 但任俊不能寄望在11月28，如果要选下去，不可能寄望在11月28以前靠很多议题把他的议题盖过去，因为你势必要出来嘛。是，除非你告诉我真的到11月28以前都不出来，还能当选，那也只能说本事。但不太可能会出现这样吧？那怎么办？那接下来呢？议题基本上有全国性的议题，跟地方性的议题，好，就像您刚刚那个问题嘛，油是个全国性的议题。把它再怎么炒，对于地方上面，大家会关心的还是会关心。就像您刚刚那个问题嘛，油是个全国性的议题，把它再怎么炒，对于地方上面，大家会关心的还是会关心。就像我讲。蒋万安再怎么去搞全国性的，不管你今天凯道或哪里什么道，你到阿里山到中央山脉去，你要搞活动，都还是一样，你还是要面对市政的问题，虐童案你还是要处理。我相信对那几个小朋友的家长来讲，你会觉得，阮家的囡仔较重要吧？你即马敢要讲，你要到月底你才要补，而且你怎么会议拢无要来，派一个科长来，结果敢要讲，你即马要去注意油。我老实讲，油的这件事情如果是郑丽文发动。我不认为大家会讨论成这样啦。
因为郑丽文他是个党主席嘛，用政党党主席的高度，这个很正常嘛。不正常的是因为刚刚猴子都讲，为什么跑出一个市长自己没事在搞这个嘛？你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干吗？他当然有嘛哦。市广阳是一个地方性的议题，但是被炒成全国议题，大概全世界也没人想到会搞成这样。但你如果真的回来看，其实就是知道就会发现到真正问题不在市广阳本人，他其实牵扯到的是万美玲，因为万美玲会牵扯到的是后面桃园不管是立委或者是市长的生态。这其中有一个人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哦，因为我不认识这一个人，这个人是国民党的桃园市党部主委，叫蔡忠诚。我很少看到有人哦，特别是像这种做到党部主委哦。在不同时间、不同媒体报道的内容，他讲的话都不一样。你们到底有没有去劝退市广阳？到底有没有人给你施压？到底有没有这样？哦，你大家去找那个媒体写的都不同。7月17号，国民党桃园市党部严正发了一个声明，为什么？因为媒体又报道说，国民党桃园市党部呢，这个蔡忠诚呢，他们去逼退市广阳，建议市广阳退选。有媒体是这样报道的啦。那媒体里面也有引用蔡忠诚的话，他赶快出来否认，没有，我们没有逼他退选，绝对没有跟他谈要退选。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不同的媒体写你这个人讲的话有那么多的出入，我也不知道。一天到晚在澄清，好了，我帮你讲了。7月17号你们有发了声明说你没有逼市广阳啊。老实讲，你有没有建议市广阳退选这件事情重要吗？市广阳都说没有要用国民党的身份的啦，你还在纠结？我绝对没有建议市广阳退选，那就表示什么？你的压力绝对不是在市广阳身上嘛？不是你不要他，是他不要你耶。你还在那边纠结，那你到底要不要他挂嘛？老实讲，宜川摕相片的哦，真侪人有咧讨论啦。为什么？真侪人咧讨论啦，因为讲红台天嘛，什么跳来？但我觉得啦，市广阳的招牌有很多势必要下架。为什么？因为丁桃有国民党嘛，有国民党嘛，他之前的那个丁桃就跟国民党的没有，他们国民党没有提名放下去也不会怎样。不啦，阿姨我跟你讲，伊这了啦，可能就小明星嘛，就无要挂国民党啊，可能伊想讲我该拆起来啦，可能是安尼啦，因为伊的看板你若正经去遐看哦，你就知伊即摆老的迄丁桃的是没有国民党党，拢无国民党的啦，那拆掉那面可能你规个拢无国民党的啦。正经伊会穿迄衫嘛，伊的看板太侪面啦，开始真侪面啦。所以你说他对不对？我就讲他现在留下来那个，你现在仔细看，他上面一定没有国民党党徽啦，一定没有国民党党徽啦。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讲，我觉得大家真的会比较好奇的是，反而是国民党自己过不去市广阳这个坎一直在那边讲说我们没有逼退他，他没有对我们产生什么问题，我们没有怎么样。其实老实说啦，市广阳到今天他的不出现，我已经讲过啊，有人建议他做一件事情啊。你就让大家继续报嘛，就把你报成最好，把你报成十恶不赦。你只要抓到有不是事实的，你就否认就好。把所有的东西形塑成，其实你在这个阶段，你才是被霸凌的受害者。老实讲啦，我知道有人告诉世家的人说，你要选的话，以前要争第一高票，以前是想争第一高票，现在你只要能够稳当的上。基本上这一席只要当选了，你就走出那个阴霾了，不需要去在这个时候去跟人家争这个啦。可是芊姐，这件事情讨论的，其实你到最后会发现啊，刚才阿川有讲，因为已经扩大到了包括万美玲委员，然后那讲他在教育界这些，他要出来否认说没有什么对校长啦，或是对老师怎么样，然后他们建设公司，她老公的建设公司，然后也被人家拿出来讨论。可是这件事情本来要讲的不是市广阳，而是有没有人有特权的问题，甚或就是用自己包括家人的身份去霸凌别人的问题。现在看起来这整件事情，这主轴似乎已经不知道，因为对万委员来讲，大家已经讨论到像刚市广阳，你要这样下去，不要想第一高票啦，当选就好了。那万委员呢？万委员本来还什么？大家在讲说2030。那2026以后2030，张善政如果卸任，要不要接什么？现在如果一路这样下去，万委员都会受到影响，不是吗？市广阳已经，市广阳已经变成了非国民党籍的候选人的提款机。
哦，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哈，我最近参加所有的这个政论性的节目，不管哪一台，必讨论的就是4广阳。然后有一些我们都不认识的，比如说民进党的桃园市长，或者什么其他的小党的桃园市的参选人哈，民进党的桃园市的议员啊，民进党的桃园市的议员，我们都不认识的，都来上节目，甚至还可以用电话连线。然后非民进党的什么其他的小党的参选人，还不是现任议员哦，是个新人参选人，拿了一些骂4广阳的资料，也可以上电视。所以我觉得4广阳这个题目已经变成了其他参选人，不管你是现任议员或者是新人的提款机。只要骂4广阳就可以上节目，就有通告，就可以曝光，就可以有声量。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国民党的议员相对就焦虑，因为他们上节目，他们不能去骂4广阳，因为同党的情谊。虽然他现在不用国民党提名，但是他没有被开除党籍。那然后呢，你要去帮4广阳讲话也很难讲，所以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桃园市国民党籍议员的焦虑，因为那些人本来可能民进党的或者小党的，他没有知名度也没有声量，可是现在他们都红了。他们都有声量了，都有知名度了，那相对的就是这样子一个萝卜一个坑嘛。他们如果名额增加，国民党这提名的议员候选人，他们是不是选票就变少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看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4广阳也变成了一个骂人的代名词啊。我们看到简书培就骂蒋万安说：“你就是国民党的4广阳，台北版啊，台北版的4广阳哈。”所以我觉得这些骂的有点无厘头了。网络也说，这个蒋万安跟4广阳有什么可以画上等号的？他也没有去做一些4广阳那些被大家讨论的事情。可是这样的一讲，是不是很有梗啊？是不是可以变成标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很大的让国民党的一个大家会担心的事情。那现在他已经跟国民党好像没有一个提名的关系了，他要不要退选？现在没有人可以逼他了，只有他的家人。现在他已经跟国民党好像没有一个提名的关系了，他要不要退选？现在没有人可以逼他了，只有他的家人，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啊，妈妈是万美玲，爸爸是我们这个市董事长啊。我觉得你们去考虑考虑，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4广阳他只要出来参选1天，这个话题就不会减少，就会一直讨论，一直讨论，一直讨论到他不管当选或者落选，因为我觉得网络上有一股好像很大的仇恨、很大的力量，就是要讨论到4广阳落选为止。这件事情国民党整个来讲就必须要承担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会变成国民党很大的一个包袱呢 ？OK， 范老师简单回应一下政治学教授的角度看这件事怎么解决？我觉得以目前来，这2天应该心情最好的就是4广阳嘛。这个周末啦。因为有其他的新闻盖过他，对啊，已经盖过了嘛。其实你可以，那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希望就是继续炒这个油啊，炒到周末嘛。可是只要他出现的一天，那记者一定就会把他的话题再现出来。我觉得除非有什么新的东西，否则如果以现在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的你看嘛，他的点阅率一定是大幅，而且是跳水式的下滑。对 ，OK。而且今天我的了解，政论节目很多人是没有讨论他的。所以他就这样一直等到这样，这完全符合他的。就这次头过身就过。对我在怀疑蒋万安要上凯道，是不是为了帮4广阳？我唯一能解释是这样吗？会不会有一天真的完全转移到了嘛？应该没有人讨论了嘛？然后今天大家都在讨论，都是这个礼拜6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就是油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说当然还有潘孟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已经完全焦点转移了。那这个也是符合万美玲她的期待。OK 如果再这样下去1个礼拜都没声音的话，那他就过关了嘛。来，侯子怎么样？我觉得4广阳的东西不会过啦。就是这种跟个人的品德相关的东西，其实是不会过啦。你包括你有绯闻这些事情，
通通都不会因为别的新闻压过了就过了啦。你只要选举，你就是不会过了。你今天如果说他今天不选当然就过了，就过了，对啊。你只要选就是不会过，这种事情你只要一出来，就会问。当然，范老师刚刚讲没错，他可以骂的就都骂完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要不要选这件事情就是过不去嘛。你只要出来，你至少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嘛。刚刚包括委员讲的，就是包括你的篷布有没有拆，都可以拿出来讨论。这米压力被鬼。那我觉得外媒他们家要去考虑的是说。你当你儿子已经决定不要用国民党选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继续选？好，为什么？就是说，你就表示说你承认你现在有问题啊，不适合用国民党的状况去选，那你就适合用自己的状况去选吗？因为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国民党或许不愿意跟你切割，但国民党也不愿意一直背着嘛，对不对？那你万美玲将来要把这个变成四广线投票吗？没有错，刚那个任俊讲的。他选过他就过，就海阔天空，因为你说表示我已经经过民意考验，这些东西不是问题。你万一没选过，你将来外美玲怎么办？你外美玲要赌这一拖吗？你儿子这一拖没有选过，就是外美玲的信任投票，对不对？你是不是要去赌这一拖 ？OK， 你等于现在你儿子选完之后，你明年连立委都会出问题。我觉得说你既然已经国民党弃选了，好，你如果国民党没有弃选就算了，你国民党已经不用国民党了。你这件事情你就要另外要慎重考虑。这样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媒体上报道，民进党现在评估2026，就你们自己人评估，保5，你们现在5席嘛，保5，然后要取5啊，因为大家本来都讲3席嘛，3席是讲说，包括彰化，包括嘉义，包括宜兰。那如果取5的话，是新北，你们希望能够拿下新北，你们觉得很有机会？还有基隆吗？你们对我们基隆这么有把握吗？不是啊，这个你每一个政党，你总是会设定目标嘛。那你刚刚讲5+5，那你好，那如果按照这样的，那你就叫5+3+2嘛。那不是一样的道理嘛？你总不会一个党内的评估说没救啊，就是5嘛。就大家都有一个目标，当然就是说，这种情势上是这样啦，就是其实到了选前剩下1-2个月。所有的资源会往哪边挹注，就知道那里快中了就是那什么叫资源往那里挹注，就是这个总统就常常去了副总统常常去了，就是那个大批的军力就往那里移动就是助选的这种，包括扫街就往那里移动大家都看得出来嘛。那如果发现这个选举从这个8、9月开始选到最后11月都一如往常民众说得安内那个大概就是比较。这个选情不好的地方嘛，大概是这样啦，所以大家都会设定目标啦哈。那当然有一些原来不在考虑的这个范围里头的，就是声势一直在往上跑的话，那当然大家想说，也有机会那就是最后就是党中选举到最后，党中央手上能够握的动员的机器包括这些助选的人员，包括什么总统的行程这一些，就是党中央。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民调啦，就是民调中心每天都在做民调，他大概知道说哪一个地方开始有起来，哪个刚刚开始不行，那最后就是每一个月都会切一道嘛，就是5个在5+3再加2，然后哪里忽然间又有哪一个地方又掉下去了，那当然就是一直变。像你们现在怎么样看台北？今天有一个网络媒体的民调，就是那个川博50.85，然后苏巧慧是44.06，你们觉得那个新北这一块？你们觉得对苏巧慧来讲的话，未来努力的空间？这一块，因为上礼拜那个新北市议员林金姐有讲嘛，上礼拜她上节目就有讲说，这礼拜会有一个赢6%的民调嘛，今天就出来了所以那一个可能是国民党委托的啦，因为那个媒体没有讲谁出钱的啦那就是因为上礼拜新北那个议员就自己讲了，所以我没看就就这个好，那个民调还蛮特别，他特别点出。几件事情本来就是国民党听起来蛮开心的，可是我看起来我也蛮开心的。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大家都开心的？因为就说现在这个数字看起来是民众党都归队了。好，然后呢，李四川拿到中间选民的票比苏巧慧多，都已经拿比较多了，民众党都归队了，亚拉帕，那对苏巧慧来说，那他就想办法再把那个中间选民的票。拉回来，
今天如果说白影的票没有到李四川那里，那李四川应该要开心。现在此时此刻，如果没有过去，应该该现在已经跟到80几%了。所以李四川不用再去跟白影了，因为白影全部都归队了嘛。然后中间选民也都支持李四川，那李四川就没有机会再往上。我讲的是这个啦，就是说再往上。那苏巧慧就刚好看到那个目标，就这个民调很明显就告诉苏巧慧说，好，那你接下来你就是要争取中间选民，那你接下来就是要争取这个白影的票。那这个对苏巧慧，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数字啊。但是这个媒体做的还蛮特别，因为他有跟着一个李四川的专访啦，对，光民调加专访了哈，这个应该是一些可能不同部门哦，刚好同时同时刚好做民调啊，另外一个业务部门刚好去做了专访啊，刚好没有讲好，就刚好一起都出现了。所以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是一包啦，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是不同部门分进合集然后去做出来的啦。去做了专访啊，刚好没有讲好，就刚好一起都出现了。所以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是一包啦，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是不同部门分进合集然后去做出来的啦。OK， 不是，是这样吗？我觉得你说那个同一包吗？这我不好评论，每个因为这家媒体，我坦白讲，我还蛮陌生的。对。那当然了，那个民调呢有上有下，那可是新北。一定是这一次的2026重中之重之重，肯定是这样。对，蓝营如果丢了新北，恐怕2028大概有危险，一定是这样。绿营对绿营来讲，如果拿了新北全国最大400多万票的一个票仓，那绿营现在攻新北，你会发现他们攻的，然后蓝营现在重心某种程度也希望能够拿下高雄，这不只是票数的问题，那甚或有两边各自气势逆转的问题啊。是，我觉得如果我是侯友宜。我看这民调之后，我就会跟李四川说：“那亚拉帕那问啊，就对不对？就是侯友宜是不会打电话给李四川的了，没有，就变成侯友宜更不需要出来大益助了嘛。反正我不出来，你都赢6%了，那今后好继续努力加油。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侯友宜到时候没有大的加持下去，我就觉得苏巧慧就机会就更大了。你去注意啊，侯友宜最近跟谁同框的几率很高？苏巧慧，是苏巧慧，几乎没有跟李四川同框。那是苏巧慧黏着侯友宜的行程啦。我来说一下，就是说民进党说要攻武他们其实是对准蒋万安啦。你说新北跟谢国良那个基隆就是包夹蒋万安嘛，北基桃嘛，所以他就是想第一个把蒋万安给包夹住，第二这个是赖清德的私心嘛，因为他就想说把这个蒋万安这样的一个事情给破坏掉，他2028好选嘛，再加上基隆他有一个自己的亲戚在那边那谢国良大家看到最近黏这个蒋万安也黏得很紧嘛，然后呢那个李四川当然也就是蒋万的副手嘛，所以如果那两个被赖清德拿走的话，蒋万就被削弱了，赖清德就膨胀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有战略的位置，但这两个国民党也不可能放。基隆基本上我觉得谢国良连任是没有问题的。那李四川这边，我觉得新北他有他的战略位置，大家有没有想过？第一个，国民党在这边执政21年；第二，2个总统候选人都从新北出来啊。那朱立伦还有侯友宜都是从新北出来的，但都没选上啊。对，但是他有他的一个意义在。如果苏巧慧选上的话，以他的年纪，他连任一定不成问题。那后面他可能会去攻大位呀，而且他们家里的这个势力也好啊，他这个派系也好，都很强大所以呢，
我觉得说苏巧慧可能是他们要栽培的人，那当然也是我们要防范的人。李四川基本上，我觉得他要去努力，要去过关不难，但这个过程中没有那么样子的轻松所以我觉得新北跟基隆蒋万安要多去辅选一下。但任俊，蓝营一直心心念念也看着高雄这一块，是因为前一阵子一直有一些民调，就是大家有没有一点拉锯的感觉或什么？是年代民调中心今天出了高雄的民调，是这个民调蛮特别的了哦。第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问题嘛，请问你会不会去投票？投票意愿嘛，很重要嘛如果你回来看的话，一定会跟可能会加起来是72.8哦。老实讲，算高了。愿意投票的很高了。我们一般县市长大概50几60左右，差不多六成已经算是还很不错了啊。这个因为还有包含议员选举，对，老实讲，那个6成多会很多都是议员在帮忙插，我只需要表态，我当然就会比较是，但主要是要现实去。所以这里面我就要比出2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说会去投票有72.8，对。但是你如果问他说，那你这些人去投票，因为他并没有讲说我是一定会去投票的人，我怎么去表达我的投票意向嘛？结果呢，愿意投给赖瑞隆的36.2，然后愿意投给柯志恩的23.6，但有32.8的说不知道。就是说我的投票意愿已经表达了72.8的人说会去投票，对。但是却有32.8的人告诉你，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不知道该投给谁。当然这个32.8有可能是连不投票的也都算进去啊。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数字，因为它其实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比较特别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说会去投票有72.8，对。但是你如果问他说，那你这些人去投票，因为他并没有讲说我是一定会去投票的人，我怎么去表达我的投票意向嘛？结果呢，愿意投给赖瑞隆的36.2，然后愿意投给柯志恩的23.6，但有32.8的说不知道。就是说我的投票意愿已经表达了72.8的人说会去投票，对。但是却有32.8的人告诉你，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不知道该投给谁。当然这个32.8有可能是连不投票的也都算进去啊。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数字，因为它其实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愿意去投票的有那么多人，可是还有2/3左右认为我还不知道。那老实讲你说现在时间是7月份，对于各个地方的选举来讲7月份其实不算晚了。就有点像新北嘛，新北很多人讲李四川当时3月份的时候才就没有，对不起他去年11月他就表态。那如果到7月份到目前为止，以赖瑞隆跟柯志恩的状态来讲，仍然有2/3的人表达他不知道，对赖瑞隆的警讯其实比较高。因为很多人现在看起来是36对23嘛，对不对？对，目前36对23，就是赖瑞隆是目前的数字上是多很多嘛。可是我刚刚讲还没有决定要投票的，甚至不知道要投给谁的，事实上还有32.8。OK， 因为其中有7.4%是明白告诉你我不投票，我投废票嘛。所以这个将近7%多的东西，我可以给他拿掉。其中还有一个慧珠姐，因为我们现在背后有一个，她也看到，另外在泛绿跟泛蓝的部分，在不知道跟尚未决定里面，泛绿的有12% 左右，他也不知道我要不要投给赖瑞隆。他也不知道要不要投给赖。那蓝营看起来表态率的部分，事实上都已经比较高一点了，比较高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这个所谓的绿营来说，为什么高雄一直有一些的被讨论？老实讲因为赖瑞隆在打一个冷的选战。真打一个冷的选战，对于如果你有极度这个高度领先者来讲，打一个冷选战不见得是坏事。但是现在的问题回来的是，你这个打的冷的选战会不会有一点？对不起，又提到四广阳。打冷选战对你会不会有好处？这件事情我知道，接下来还有媒体也会在做高雄的民调，因为太久没有人做高雄了那民调是不是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可以看出这里面的差距跟端倪。那侯子最后请问一下，包括高雄这份年代民调中心高雄这份白银的表态也很高，白银大概有80%几是挺柯志恩的。白银在这一次一直是蓝白合之间，蓝营希望能够在县市长这一部分，白银能够有很多的澳元。
但是最近柯文哲显然最近柯文哲的话语非常多，然后呢，盛花挑了竹北，另外挑了花莲，他挑这2个市，为什么他挑这2个市去一定就是要挺候选人出去，然后去做一战？为什么？因为本来大家都以为蓝白合已经谈完了嘛，已经谈完了嘛，结果他突然竹北这边说我一定要塞一个人，最近又那花莲又要塞一个人嘛？为什么？我觉得柯文哲的状况就是习惯性拿翘嘛，习惯性要东西嘛。那今天来讲，那比如说台湾有这么多乡镇市，为什么只挑这2个？对啊，好，一个竹北，尤其新竹花莲，他根本没有渊源啊，根本没有基础。你说那个新竹市的代理市长去选竹北，好歹还有一点道理，因为花莲这边干什么？这2个很简单嘛，后面一个是妙天，一个是傅昆萁嘛，对不对？好，我就在这个地方塞一个人要选嘛，大家要不要来谈嘛？对不对？我觉得态度有点简单嘛，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他原本就有这种习惯在这种蓝绿中间去倒，然后去从中间获利。再一个就是说这2个更明显就是说他有明确的目标嘛。你傅昆萁不希望我在花莲有选票，那大家来谈啊。好。妙天，你觉得竹北这个地方，你们民众党徐欣莹一定要拿，那大家来谈嘛？我觉得柯文哲已经讲过了，今年民众党选举就是要变现，他的变现呢，你当然可以理解为选票的变现，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其他的变现。他那时候选举补助款拿去买房子，那么变现，对啊。他的变现没有那个，而且这边变现之后，我才有资源去投入其他的嘛。我觉得很简单的就是这样变现。在未来蓝白合那会中间遇到像这样的一些的状况吗？那整体的蓝白合在年底这场选战会发挥到什么样一些效用？而对蓝绿之间，尤其最近大家看到食安油的问题，那俨然变成了一个战场。当蒋万安喊出了要上街头以后，那7月25号到底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希望明天我们明天见，拜拜。